多少恩怨难以忘却。天地宽，人情深，真心如铁。当人世间交替相聚，离别，这一颗心永远是那么热烈。你我相爱，拥有一切，长留生死情结。长路，迎相思的台阶，人心分别，是真是邪，旅途长，人生短，肝胆浩劫。当人世间交替相聚，离别。先生好，要2间房。哦，有。305、307啊，希望你们谢谢住得愉快。走吧。要注意安全，这里情况非常复杂，在我们身边，每天都会发生很多的危险。这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，我是不会后悔的。再说，我已经死过很多次了，死亡对我来说，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。 这围巾很漂亮。啊，是雅文送给我的。雅文，坏了！雅文也许还不知道他的爸爸是坏人呢。也许他知道了，会更糟。你的姓名？蔡雅文。性别？没长眼睛啊，看不出我是男是女啊？年龄？你们能不能不绕圈子？有什么话就直说。
蔡雅文小姐，你别激动啊！你知不知道你的问题有多严重啊？哼，我有多严重的问题，我倒想知道。江湖晚报上刊过一些鼓吹赤化、煽动暴乱的文章，这些文章跟你有些关系吧？你别咬文嚼字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些文章全是我写的。蔡小姐果然爽快。好，蔡小姐，这些文章想必也不是你一个人写出来的吧？是不是有谁在背后指使你啊？警察大人，你不觉得这种手段很拙劣吗？蔡文，你别那么嚣张，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我知道这什么地方。喂，是，蔡小姐，误会，现在没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走？是啊，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你的意思是把我放了？是啊，蔡小姐，你没有罪，我们当然不能关你了。那我们报社的人呢？其他的人我们正在调查，如果他们真是清白的话，也一样会被释放的。他们都是清白的。蔡小姐，清不清白，上边说了算。哎，你们……蔡小姐，请吧。老张、老王，这个怎么回事？呸！怎么了？叛徒，汉奸！你们说什么？走！哎，老王。雅文，哎呀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哎呀，这就好啊！听说巡捕房把你们报社的人都抓进去了，真把我急坏了。哎呀，这下好了，总算没事了。雅文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你打电话让他们把我放了？是啊，我一听说你出事了，马上就打电话给巡捕房，让他们立刻给我查清楚。我想这事儿啊，一定是误会。误会？这怎么是误会呢？为什么就把我一个人放出来了呢？我还有那么多同事，小姚、大杨，他们还在监狱里呢。雅文啊，来坐下，听爸爸跟你说。我最担心的就是你。听说你出事了，首先想到的就是把你保出来。那我的同事呢？你就不管了？你的同事当然要管了。好，我现在就给巡捕房打电话，啊。喂，巡捕房嘛，我是蔡志忠。江户晚报的那些记者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知道了。我想那肯定是个误会，务必请你们查清楚。好，谢谢。爸爸怎么样？雅文呐，这件事情恐怕我也管不了啊。为什么？我刚才问过了，他们说这件事情可能有复杂的背景，巡捕房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，你们报社里有激进分子。激进分子？哎，哼，报社里就属我最激进。爸爸，你是知道的，作为一名记者，揭露真相，这没有什么错啊。
而且你不也是一直这样教育我的吗？是，亚文呐，你太不了解中国，有很多事情，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。孩子，你有理想，有抱负，这些爸爸都知道。可是在中国，你无法安安稳稳地实现自己的理想。爸爸，你没有向我隐瞒什么事吗？我会有什么事对你隐瞒呢？真的没有。亚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知道他们在背后怎么议论我吗？他们骂我是汉奸、叛徒。是谁说的？我从巡捕房出来，本来想去报社看看，可是报社已经被查封了，旁边的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，议论着，好像小姚他们是我把他们出卖了。亚文呐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只要你心中站得正，管他们说什么呢？可是爸爸，我还听到好多关于你的风言风语。哦，什么风言风语啊？他们说你在替日本人做事。孩子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当然是相信你的了。相信就好。爸爸，我知道你最恨日本人了，所以说他们骂我们是汉奸，是日本人的走狗，我心里就特别受不了。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中国就是这么个鱼龙混杂、肮脏不堪的地方。你有再好的理想，在这儿也很难实现。亚文啊，所以我想让你尽快出国，到欧洲去那些民主自由的国家，实现你的理想。我是想到那儿去，可是现在国难当头，我要是走了，岂不是当逃兵吗？亚文呐，你听我跟你说一句话：历史的转折，并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老爷，三井先生求见。三井，日本人三井。你好啊，三井先生。蔡先生，事先没有打招呼，前来造访，有点失礼啦。哪里？这位就是蔡先生的千金雅文小姐吧？是。听说雅文小姐是新闻界的一枝花，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而且文笔老辣。我曾有幸拜读过雅文小姐的大作，非常佩服啊！哎，雅文，客人来了，打个招呼嘛。爸爸，我没有跟日本人打招呼的习惯。三井先生，我女儿就是这脾气，请不要见怪。没什么，你的女儿很有个性，我喜欢。啊，是吗？我们楼上谈。三井先生，我觉得你今天的这种做法有点不妥。怎么了？你不该到我家来，而且雅文也正好在，这让我很难堪。蔡先生多虑了，你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工作，那是很光荣的，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。我女儿一直都不知道我在为日本帝国做事。现在他知道了，他会受不了的。你能隐瞒他一辈子吗？这现实吗？蔡先生，
目前的形势，你应该很清楚。我们大日本皇军进驻上海，乃至全中国，只是朝夕之间的事情。你为大日本帝国工作，今后必定有高位。你的女儿也会享受富贵和荣华，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我历来做事有我的原则，既然事先我们有个约定，就不要随意违反。是啊，我们是有过约定。除掉骆世宏之后，让你做兰花商社的社长，现在不是实现了这个诺言吗？蔡先生，我们很欣赏你的才能啊。可你也没有必要把我的身份去公布于天下吧，三井先生。这种事情，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。好吧，其实这些都是小事，我们都是做大事业的人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啊。如今，上海滩已是你蔡志忠的天下，这不正是你多年的梦想吗？确切的说，是你三井龙的天下。不，是大日本帝国的天下，是天皇的天下。你我都是天皇的臣民，啊。我今天特地前来，是想跟你商量一件大事。为了配合大日本帝国的圣战，我们想进一步发展上海的特工组织。我想从日本运一批军火来，把这个任务交给你，希望事情能够办妥。现在上海滩的码头和货运业都归你掌握。要完成这个任务，对你来说并不难。告辞了。雅文，爸爸，你真的在为日本人做事？雅文，你听我说，你真的在为日本人做事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冷静点儿，听我说。我不要听，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？雅文，我为日本人做事自有我的道理。你承认了？你真的在为日本人做事？你真的是汉奸？不，这绝不可能，爸爸！你是我最尊敬、最崇拜的人，你是绝不会瞒着我去做这种事的，爸爸！你快说呀，快说呀！雅文，这世界上很多事情，并不像黑和白那么简单。我确实在替日本人做事，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年了。你说什么？这么说，这一切全是真的？我真的想不到会从你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没想到，爸爸，你知道你这句话有多残酷吗？你把女儿所有的美好梦想都给击破了，
我那慈祥和蔼的爸爸，竟然是一个万人唾骂的汉奸，而我，一个整天鼓吹着抗日救国的记者，原来是汉奸的女儿。上帝呀，为什么命运跟我开这样的玩笑？为什么？雅文，你冷静点儿。替日本人做事，也并非是一件耻辱的事。你说什么？你居然说得出这种话来！我实在是没想到，你会是个这样的人。你信仰上帝，追求正义，你一直教导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。可你自己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事呢，爸爸？雅文，是非功过，自有后人来说。我现在已经是一只脚踏进烂泥里，再也没有办法爬出来。我只希望你依然是纯洁的，不要被这肮脏的社会所污染。所以，我希望你早日出国，这样我的心里才能好受一点儿。那么，请你告诉我，蒋天云被害的内幕，是不是你是主谋？那些人是不是都是你杀死的？雅文，不要问了。不，我一定要你说，我一定要知道。雅文，有些时候为了顾全大局，不得不做出重大的牺牲。雅文，出去！你出去！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。雅文，别这样，啊！出去！那好吧，女儿，你总有一天会理解爸爸这片苦心的。一定要给我找到江雪，否则的话，一个也别想回来。怎么搞的？这么晚了，《江湖晚报》怎么还没出来？你还不知道啊？《江湖晚报》被查封了。什么？被查封了？我说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？哎呀，谁有空跟你开玩笑啊？我刚才经过巡捕棚的时候，听到那些警察在议论，说报馆里那些男女记者全都给抓进去了，现在正在审问呢。这是为什么？听说他们宣传激进思想，煽动暴乱。你回来啦？怎么样？有消息吗？蔡志忠开始动手了。什么？那我赶紧给雅文打个电话，问问他情况。不能打，这样会暴露我们的行踪。可是，真不知道雅文现在怎么样了。他知不知道蔡志忠是日本特务？他要是知道了真相，那会怎么样啊？小福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按我以前做事的风格，我早就把他杀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我不知道。我觉得自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做任何事情都非常果断，现在做什么事情
都非常犹豫。作为汉奸，他必须得死。可如果我杀了他，雅文就会失去父亲，而雅文是无辜的呀。我跟父亲生离死别的情景还在眼前，我最能理解那种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。何况雅文跟他父亲的感情很好，雅文很早就失去了妈妈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跟爸爸相依为命。失去父亲的痛苦，现在为什么又要轮到雅文的头上？蔡志忠一定得死，是吗？不错，蔡志忠正是我说的那种该杀的人。你如果放过蔡志忠，蔡志忠会放过你吗？绝无可能。你们2个人中，是不是一定要死一个人？正是。小雪啊，明天周成业先生将派人来取药品，我想你还是跟他们一起去吧，正好也可以看看骆先生。这……对不起，小雪，我其实……萧峰，是不是我成了你的累赘了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因为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常常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我也不放心。萧峰，你是不是担心欧阳杰来找我？是的，其实他们一直都在找你，我很担心你的安全。我理解你的意思，也从心里感谢你的关心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之所以我要跟着你一起来这儿，是因为我也想跟你一起去对付日本人。我不会影响你做事的，而且我也可以更多的了解你在做些什么。我的一切很神秘吗？对我来说，你就像一口深井。深井？嗯。啊，井再深，井中的水却是清澈的。其实很简单，我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我很明白
该我知道的，你会告诉我；不该我知道的，我问了也没有用。但是我知道，你做的一切都是正正当当的。小雪，早点休息吧，我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呢。好吧，那我先回去休息。好。哦，萧峰，你刚才说明天要和周先生接头，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？那可是很危险的。我不怕，更何况我还有雅文送给我的那把小手枪呢。我先走了啊。小雪，小雪，我是小杰啊！你马上。什么？你们还没有找到？我告诉你们，天亮以前，你们要是还找不到江雪，你们就别想活着回来见我。我欧阳杰说到做到。萧峰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是怎么会成为杀手的？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幻想过当一名诗人，每天从自己的嘴里涌出无数美妙的诗句。我还练过小提琴，幻想着在欧洲最豪华的音乐厅里举办独奏音乐会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的愿望没有实现，原本拉小提琴的手却拿起了枪。为什么呢？我突然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荒诞的世界，一个弱肉强食的畸形社会。我的那些理想都是奢侈品。那，你第一次拿枪杀人是什么时候？15岁，我至今都无法忘记那一天。当时我正在课堂上，专注地看着普希金诗集。突然几声清脆的枪响把我惊醒了。只见2个陌生人闯进了课堂，残忍地开枪杀死了我的老师。当时的场面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2个歹徒杀了我的老师以后，同学们都被吓傻了，只有我抬着头看着他们。也许是我的眼神激怒了他们俩，其中一个走过来，用枪指着我的脑袋，羞辱我，还朝地上吐了一口痰，要我舔下去。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啊！这时候，我就冲上去，抱住了他的双腿，一下子把他摔倒在地。显然，他没想到一个孩子会对他下手。这时候啊，他的枪就已经握到我的手里了。当时我的枪距离他的头还不到1尺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张丑恶的脸，散发着臭气的嘴。
我不记得自己是不是扣了扳机，可我看到那张脸在我面前爆裂了，血溅在我的脸上，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明白了，枪比艺术更重要。在这样一个荒诞无情的社会里，当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障的时候，还谈什么艺术？你就是这样成为杀手的。严格的说，那个时候还不是真正的杀手，只是一个卷入上海滩帮派混战的小人物而已。就在那时候，我结识了欧阳杰，几次同患难共命运，我们成了好朋友。我们立下誓言，永远不背叛朋友，永远不朝朋友下手，永远遵守这个承诺。但是，突然有一天，我发现我自己无论怎么做，都是替别人当炮灰。我不想沦为帮会的牺牲品。不久之后，我就离开了中国。后来，我听说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，国难当头，我就回到了祖国。我想，也许在这个时候，这里更需要我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说说你的吧。我？从我有记忆起，我就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。我有一个慈祥的父亲和一个温柔的母亲，家里的一切都给我安排好了。在我眼里看到的世界，是一个充满了光明的世界。14岁那年，爸爸把我送到英国去读书，在那里，我信了基督教，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。我喜欢听唱诗班美妙飘渺的歌声，喜欢躺在草地上看蓝天上飞扬的白云，喜欢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坐在泰晤士河边上，看着那泛着金光的河水慢慢流淌，喜欢一边呼吸着清晨清新的空气，一边吟诵自己最喜欢的诗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？不，很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最缺少的，恰恰是这种美。我在英国学的是化学，我想学成以后回到中国，能够像我爸爸一样，建立自己的工厂，制造出各种各样有用的东西。可是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一回来，美梦就被彻底击碎了。现实跟我的想象完全不是一回事。人为什么不能少一点争斗，多一点博爱？为什么要像野兽一样互相残杀呢？我想，我们都有过美好的梦，在梦里，我们幻想着一个美丽的世界，没有压迫，没有剥削，人与人之间没有仇恨，只有爱。我们人人在一起努力工作，一起享受工作带来的快乐。我不知道这个梦离我们有多远，但是我想，这个梦一定会实现的。
在那些漂泊的岁月里，我也曾经遇到过不少好女孩，可是最后都跟他们擦肩而过。也许是我命中注定了，只能孤单一人，一生注定与爱无缘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永远生活在动荡当中，无法给女人以安全感。杀手注定是孤独的。小风，你知道吗？欧阳杰有很多地方跟你很像。我还跟雅文一起谈论过你们。后来，我渐渐地发现，他已经完全不是我原来心目中的那个阿杰了。他确实一直在伤害我，伤害得很深。然而，这是我自酿的苦酒，你明白吗？我们该走了。卖香烟，谁要香烟？先生买烟吗？啊，来一盒。啊。闪开！快隐蔽！几度命运沉浮，几番人生徘徊，唯有我的真爱不会老，不会改。几重风雪，抗争几回感情负债，哦，唯有爱的交错，走过来又离开。你渐渐地远去，走出我的爱，你慢慢地走来，融进我的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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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渐渐地远去，走出我的爱，你慢慢地走来，